没走，你就要出事吗？那是我姐的，这不是千叶大吾的，你们弄错了。你们要炸的是千叶大吾，不是我姐，是不是？你快叫他把炸药弄走！再来，我们俩都得死在这儿。关海，你现有2条路：一，把我交给日本人，保陈姐的性命；二，等几年自己没来过，转身马上走，离开医院。肖凯呢？姐，我和你走。你怎么来医院了？我来看我同学。怎么了？累了。起来，坐好。出什么事儿了？没事。
失礼します。科长交代过了，他想先见见关科长和宋警。宋警，请吧。韩指长，就在那里等一下吧。自来水系统发生故障正常，工人上门服务也正常，维修工钻进停车场里的自来水窨井维修管道也正常。就是那窨井，就恰好和关科长停车的位置相重叠，这个巧合就不正常了。我是不太清楚这管道维修的正常流程，但是我觉得正在作业的窨井口应该有人负责把守，好阻止一些车辆停在窨井的上方，但是偏偏没有，这是我能发现唯一反常的一点。我再把之前所有的巧合都连在一起，任何人都会发现，这些巧合都是刻意的。当我反应过来冲出医院的大楼时，那个维修工已经不见了。但说句实话，你就算让我见到那个维修工，也来不及抓捕，因为多耽误1秒钟，那关科长车底的炸弹都会随时爆炸。你怎么确定车底下是一枚炸弹？宋军，我要听你说。因为昨天发生的2起爆炸案说明，敌人是制造炸药的高手。所有人都认为，昨天的第2次爆炸是他们的连环目的，其实今天的第3次爆炸才是他们一串行动的句号。换位思考，如果我是敌人，我也会把这次行动的第一步选在昨天，也就是礼拜6，因为一旦头2次爆炸成功，势必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前野科长和关科长第2天必然会去医院探望。陆军医院那是什么地方？整个哈尔滨所有的政界要员生病时的首选。每当礼拜天，络绎不绝的探访者能把停车场都占满，正好可以利用这次维修管道的机会占住窨井的上方。到那个时候，想让哪辆车进来都易如反掌。其实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关科长。关科长，我记得你说过，孙周文在8年前救过你1次，是吧？是。啊，今天是第2次了，难得。你怎么看？我离他太近了，反而看不清楚。我认为宋军具备了一个高级情报官所应该具备的一切能力。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身份对他的束缚，在一些事情的论断上，他不敢和上司争论。这个缺点孙周文身上有，关科长身上也有。就在刚才，你还因为没有猜透我的态度，不敢表明你对孙周文这番分析的认同。孙周文完全可以胜任情报局的副局长一职。你的意见呢？科长阁下，以我目前的资历，还不太能够策划满洲事变的时候，徐远光先生不过是一名中佐，但这并不能妨碍他为国家争功立业。当然，
只是我个人的建议，最后的决定权还在关科长手里。是。抱歉，科长今天累了，不能再接待您了，请回吧。潘股长，科长，宋卓文的职务是前野科长的意思，我也很意外。科长是不是对我的工作很不满意啊？他没这么说。卓文的职务我明白是应该的。你也别多想了。设计这么巧妙的连环爆炸案，不光你，我们谁也没有事先料到。我要是你，就抓紧时间把那几个假维修工找出来。是。那这个案子就交由2位负责了。潘股长，有什么事儿随时替您调遣。恭喜女士。加一桌。好的。什么大忙？22支。明天起你就是情报股股长了。前野科长还不是因为你才抬举我。跟着我。这里。这没别人，你跟我说句实话。你这命都差点搭进去，不是为了升职吧？瑞斯600。那你觉得我是为了什么？300。也是，升官发财，人之常情。要小心潘越，天爷大巫越赏识你，他越记恨你。我知道，他心眼小。妈的，谁让心眼毒？他耍心眼的套路，欧令，你还不清楚是什么目的吗？哦，下一位。如果真的是志同道合的话，这位置算什么？让给他。但潘越他不是，他巴不得一枪打死我，就因为我占了他发财的道。欧令，你手里有枪啊？重9。A2两对。什么牌也跟？如果再有什么事情发生，你什么也别管，什么也别想，一个字儿跑，别在乎职责，别在乎脸面，别在乎别人的性命，可以吗？
这种时候，什么都别想，什么都别管，跑，头也不回的跑，不用在乎别人的性命，行吗？听懂了吗？听懂了吗？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这是我要跟你说的。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你现在什么都不怕了，手里有枪了，但是枪不一定保护得了你。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哥。突然想起那个吞信的孩子，他比小凯大不了多少。真会有人为了不认识的人，连自己的命都不要啊？共产党还真是这样的人。所以我想清楚了，我们赢不了他们。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你是吗？谁们？我不是，因为我怕死。哎，你要真是共产党，万一你们赢了，你能放过我吗？我会放过你的。谢谢你放过我，抱抱我吧。我会放过你的。训练班那么多课，要是没毕业就给我滚回去重庆校！你们谁能够告诉我，第二次爆炸的时候你们都在干什么？事情过了，事情过了，跟我嚼舌头根子。你们当时是聋了、瞎了还是哑了？啊？我打死你们八辈祖宗！你们在火炉上怎么炸死了？我教务你还不明白吗？人家是把科长做好了。滚蛋！你们这帮孙子，没有说科长闲话。
主任，里边有客人。卓文来了，卓文，把你送下。哎，谁啊？做生意的朋友。怎么样？关雪直接问我了，是不是共产党？他怎么会这么问呢？我觉得啊，这个疑问在他心里，不是一天两天了。你怎么回答的？我说我当然是啊，因为我不怕死啊。老千，我觉得我们应该策反关雪。你疯了！不是，跟他接触这么长时间了，他说的哪句话可信，哪句话不可信，我分得出来。用不着你分。周文，关雪的话，一个字都不能信。那我为什么不能试一下？周文哈，从同意你去特务科开始，我是不是代表组织，明确的向你表示过，关雪永远是我们的敌人，是不是？所以哈，你不要试图去改变你的敌人。你懂吗？我告诉你，他为什么变成这样了。在他看来，他的世界被毁灭了，是他一切苦难的源头。他心里装的是满满的恨，他恨的不只是国民党，也不只是共产党，他恨的是这个在封建皇权和包衣制度腐败的实体之上建立起来的新的世界。你想改变他，改变得了吗？我们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跟他们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先生，您地儿到了。怎么了？这话应该我来问你。我的脸色有那么难看吗？这个药啊，现在在哈尔滨已经买不到了，大概是因为睡不着的人越来越多了。
你什么意思啊？这哈尔滨的人都去做买卖了。我给自己加了剂量，现在呢，晚上睡倒是可以睡着了，就是白天总是昏昏沉沉的。我从新津给你带了2瓶，其他的回去之后再寄给你。我还是得再说一句，你这就是心病，这些药啊只能缓解，不能根除。吴先生，你确实应该。1小时以后有一列回新京的火车，今天时间充裕，可以早点回去陪陪家人。乔2，从逻辑上来说似乎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要看这张军事地图，不该是出自于一个基层队员的手。方政委也说，那乔2背后指定还有人。你这路上没吃饭啊？路上还顺利吧？顺利，顺利个屁，差点没撂道上。哎，你这阵子咋样？还是侧安平的事儿，有个姓杨的少长，是个麻烦。一旦潘越找到他，他说漏了嘴，我就会落下把柄。那咋办？我能帮你做点啥？哼，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1个小时前，潘越去见了从新京专程赶过来的那个大夫。可以肯定的是，潘越找这个大夫治病已经很长时间了。舍近求远，有问题。不久前，他还想办法逃避日本人的体检。他是有什么毛病，不想让人知道？神经性头痛，外加严重失眠。这次的连环爆炸案，因为他的失误，让特务科损失了不少人员。千野大吾非常不满，原本我还担心他会连夜去找那杨少长，这么看来，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案子上。我们最少还有1天的时间。哥，我问你，你之前在路上碰到了关凯和一个陌生人，那个人是不是30多岁，挺瘦，鼻子挺高？嗯，咋了？我知道这2条路很难选，换做我也一样。一边是亲情，一边是民族大义，但是你曾经发过的誓，你忘了吗？我没忘，我没忘。从这个狠辣的作风来看，我倒觉得他们像是从重庆来的。军统，你是担心什么？我不是担心自己，我是担心关凯，我担心他会有危险。你这小凯，就凭他自己，他就敢把那个自来水管子堵得坏啊，敢滴落炸弹进医院，背后肯定有人指使。所以我担心他会有危险。日本人、军统、特务科，所有人都在找他。不管谁发现了一点漏洞，小凯这孩子就死无全尸了。
老宁，你也在哈尔滨啊？什么叫也在啊？我一直没离开过。对了，那个潘越到底是干什么的？你大老远从新津过来，就是为了见他呀？唉，他说他是买卖人，但我看着不像。我正派人查他呢。你查他什么呀？你觉得他有什么价值？老宁，你就别打听了，我都打了半年窝子了。你就看在同事的份上，你也不能一个字不漏吧？他病了，病得很严重。事情是这样的，昨天上午9点，医院发现这间卫生间的水管节门处有漏水，打电话通知了自来水公司的维修部。半个小时以后，原本是来维修的车辆半路被劫持，维修工被捆住了手脚，扔在了露天的一个垃圾场里。有人利用他们的证件和工服来到了医院。门口有排查，假工人不可能把炸药带进来。我们预设啊，提前破坏水管和提前把炸弹带进医院的是同一个人。那我们只要抓住这个人，案子就破了一半了。这是炸药的成分检测报告，主要成分是3硝基苯酚，闻上去是一股性苷的味道。这种炸药的破坏力惊人。潘股长、宋副股长，把你们的人手分成4组，按照刚才这些线索撒开网，分头找。不管是那个接应者，还是跟假工人有关的任何人，什么时候找到线索，什么时候来见我。是。这就是那个漏水的节门，一门诊大夫最先发现的。他给胡英哥打电话，是我接的。完了呢，我就给自来水公司也拨了个电话。准确的时间9点左右吧。这层住的病人多吗？不老少。 9点钟之前刚吃过早饭，卫生间的使用率会很频繁呀。我就不信那个破坏者进来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换了你，你会？我要是他，就先猫在厕所里，等人都走光了，再去破坏水管。撒网，去问医院的每一个人，看看谁昨天9点钟的时候来过这个卫生间。是。咱们科的那几个伤员也住这一层，是巧合吗？心肝是谁拿来的？哦，关科长的弟弟关凯。他来这干什么？不是关科长让他来的吗？我昨天在这儿也看见关凯了，就在走廊上，还没来得及聊什么呢，外面就出事儿了。这应该就是个巧合。这可真是一个让人讨厌的巧合。潘股长。 有个住院的病人，他说在卫生间里看到有人。
昨天也就是早起8点半多，我腹泻，一直待在卫生间呢，就听见外头洗手池子水一直在流，还以为是谁忘了关。我出去一看，是个小伙子在洗手。洗了这么久，他长什么样？我就是镜子里边扫了一眼，不到20，挺白的，大眼睛，高鼻梁，下巴挺尖的。衣服呢？裤子倒是忘了，上衣好像是件灰色的呢子西装。潘股长，又找到一个目击者，是个大夫。昨天我去病房大楼送报告，回来路上大楼拐角处有一个维修下水管的工人和一个小伙子在聊什么。听见说什么了吗？没听见。他长什么样？没看见脸，从背后看穿了一件灰色的呢子西装和一条黑色裤子。这个小凯啊，大庭广众之下谁都看见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都绕不过去了。怎么不说话呀？是不是查到什么人或者什么事儿跟我有关啊？告诉我吧。嫌疑人找到了，在水管漏水之前，在卫生间逗留过，而且还被人看到和一个假维修工说过话。谁？是小凯。